掌声欢迎翟佳宁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翟佳宁，谢谢。朋友们，我上一个赛段讲了自己粗糙这个事儿，然后呢，我这个赛段准备为我的原生故乡发声。我是一个东北人，东北这整个地区从来没给人留下过精致的刻板印象，你发现没有？一直比较粗糙，甚至有些野蛮。我认为这件事儿跟近几年的影视剧作品有撇不清的关系。有一个事儿我很挑理，朋友们，我平时很喜欢看那种悬疑电视剧，我就发现啊，就近3年我看的大部分悬疑电视剧，那个受害者都死上世纪90年代东北炼钢厂里头了，基本上都是那个极端的人干的。我看了有几个跟我爸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漫长的季节，平原的摩西，我搁里头都能看见鞍钢的锅炉啊。我都查过，朋友们，这事儿很不合理。90年，辽宁省 GDP 是全国第4，上海全国第8。但是在90年代电视剧里，上海演的是繁花，东北还在杀人。就感觉在有的电视剧里，钱都让上海人挣了，人都让东北人杀了。上海永远黄河路，东北永远黄泉路啊！讲这段子就想送给双雪涛老师，真的，这些作品你可没少写啊，双雪涛老师。真的，双雪涛老师在这个东北犯案率作品里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有一个最出名的作品叫什么？刺杀小说家是吧？真狠起来连自己都杀。朋友们，你要像平原的摩西、漫长的季节，这些都还好。我都能接受了，起码他名字比较高雅，有点文艺气息。我看今年他为了贴东北人脸啊，已经开始不装了，从电视剧名就开始骂了，直接叫低智商犯罪了叫。低智商犯罪，我里头东北人就负责低智商啊。泽华、新仔、老舅、雷佳音、烧饼。你下一步还怎么起名？你叫东北傻子来犯法不就完了吗？就负责低智商东北人，那里也有犯罪，那里的大 boss 是谁？王传君演的是吧？王传君是上海人。影视剧给咱们刻画的印象非常死板，这么多年了，我活了32年了，没见过哪个影视剧刻画过东北的都市和现代的，没有。你见过哪个电视剧叫东北都市浪漫情感大戏的？东北情感大戏叫乡村爱情。哇，你就感觉电视剧里东北的城市一直在杀人，完了大家一到农村就快乐的相亲结婚生孩子。东北人好像找到了平衡人口的动态方法。朋友们，哎，这是一部分。东北人不精致的第2个原因跟自己有关系。我发现东北人特别不会起名字，尤其是在商业上。我在上海陪女生去过美甲店，我发现那些美甲的命名啊非常精致，什么16切天鹅湖圆钻，网红氛围感海洋裸钻。我去过铁岭一个美甲店，大姐的分类简单粗暴，闪钻、假钻。你在上海问那些人钻有什么区别，那店主会告诉你这个适合冷白皮，那个适合暖白皮。我问大姐闪钻跟假钻有什么区别，她告诉我这是玻璃，这是塑料。这句都是我编的。大姐原话是：你个男的也不贴钻，不买就给我滚，听见没？不会精致的包装，完全不会。东北有一个最出名的衣服叫皮草，对吧？我很挑理，一个东西原材料都火了，没有一个奢侈品牌。我一直怀疑东北原来也有路易威登，他就不会起名，叫老陆家裁缝铺了呢，就进批发市场了。真的，很多精致的概念咱们也不会。最近几年是不是流行那种全什么什么宴的饭店？羊肉为主全羊宴，以螃蟹为主全蟹宴，素食为主全素餐厅，人均消费都过1000。我回鞍山，我发现那些以猪肉为主的原材料餐厅，凭什么就叫杀猪菜啊？杀猪菜一听是不是大米饭就随便管他要？我还真吃过小猪餐厅，朋友们，
全素餐厅，2个人花了2900块钱。2900块钱一顿饭，吃完之后去马路对面花15块钱买肉夹馍才吃饱的。我就问领我去全素餐厅那人，我说凭什么这种高档的饭店这么贵？他说仔，这种高档的饭店很多都是高端商务人士谈上千万上亿的大项目，来这儿有高度的私密性。朋友们，真的，我认为纯扯淡。高端的饭店是私密性最差的地方，就你俩人吃饭，8个服务员转圈服呢，有一个嘴碎的啊。反而朋友们，我认为全世界私密性最好的饭店就是杀猪菜，就是那种没有包房全是大厅的杀猪菜，你随便谈都在大声喧哗，没人听清你讲什么玩意儿啊。朋友们，你想想，最近几年有很多明星塌房那个录音，哪个是搁杀猪菜里传出来的？对吧？你随便录啊，我放出来全是脏话那玩意儿。你别说录不清，那都在抽烟，看不清你人在哪儿呢都。那才是私密性最好的地方。而且朋友们，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你在杀猪菜里谈上千万上亿的大项目，被旁边人听见了，也根本无所谓呀。所有东北大哥都在那吹牛皮呀，搁那呀。我的妈！你谈上亿项目，你都上不去人那桌啊，那桌俄乌战争。那头中美关系，那头中东局势，你只谈钱。朋友们，你想，就哪怕那些塌房进监狱的明星，就在杀猪菜里拍着旁边大哥肩膀，大哥，我逃税2个亿，大哥，你逃2个亿，我们刚杀人啊！祝各位生日愉快，谢谢。谢谢翟佳宁，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。咱们先问问这个共鸣肯定最深刻的双老师吧，始作俑者，平原上的摩西的作者。我听翟佳宁这个作品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，就是我那个点我都找不好，因为他说的是大部分挺准确的。哪个不准确，老师？您说我改。不准确的私下告诉你。好。就当时我最早年写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罪案是一个悬念啊，它不一定是一个警官，对，但现在可能它就变成了一个警官。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你的讽刺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觉得现在东北的犯罪题材其实并不是最高峰吧，可能前2年更多一些。我觉得现在这几年正在慢慢的减少。另外我觉得文学、电影、剧集最重要的还是新嘛。就即使他用了一个模式，但如果在模式里翻出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它也是很有意思的。就您写了一部分，还有那个班宇和郑直老师，他们俩还功不可没。对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佳宁有很多的部分，他一笔带过部分其实也很有意思。然后后边讲那个烧烤店，其实我特别有感触。对，我每次回沈阳，我去那个烧烤店吃饭，其实我真听不清我那朋友说啥。就我主要听都隔壁桌，就聊的事儿比我们确实大不少啊。而且我觉得他比我在那个手机上看要瘦，帅，对，帅。没，怎么最后到了这么客套的环节？我也觉得他比那个在手机上要显得瘦小一点，因为我看他是很有力量的，但很帅。谢谢。他本来就是那个气场很足，感觉他应该很高大。对，现在依然那个力量感出来了，非常好。我后边一个片子就是在东北杀人的故事。我当时看你以后，我就在那琢磨适合哪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东北基本上这2年影视剧里都是刀人啊。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而且《漫长的季节》甚至是在昆明拍的。对，《漫长季节》是昆明拍的，但是演的是东北的故事，那个取景都是昆明炼钢厂。确实，好像90年代的这个东北是一个特别肥沃的创作的土壤，因为经历过很多，就是大的事儿也好，到具体家庭的也好，是啊，因为我特别有共鸣，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真的跟朋友在聊，我说为什么东北的影视作品全都是关于悬疑的，怎么就没有一点清新点的，或者是治愈的？咱们小时候有马大帅和东北一家人，这玩意儿现在不拍了。原来小时候东北人活雷锋，现在活阎王了变成。听大家说段子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他就整个人在燃烧的感觉，就是你还是那个给人的力量感是很强的，而且真的觉得你是有担当。你第1期播的时候，你不是在说你有担当开场什么，这次又为自己的家乡担当了。
但也没有啊，这不是家乡也给我素材了吗？我跟家乡相互利用，这是。对的。所以是源泉呀，这一个地方给了他那么多的创作源泉，还是东北其实还是一个性格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说可能创作的时候大家比较愿意用。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，其实大宅今天这段作品跟双老师那些作品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同一类作品，就是向我们更多的人介绍东北到底应该是怎么样。只有这个作品越来越多，才能让大家更深入、更鲜活的了解东北。行，那就谢谢翟佳宁，谢谢。请先回到我们身边。大家就是也是调侃嘛，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相遇到了，还是会相互尊重的，然后拿刻板印象开个玩笑，也挺好的。我觉得他的创作理念是以一个东北被刻板印象的人的角度，介于提出刻板印象，然后来反驳刻板印象。山海有情，天辽地宁，北国好风光，尽在黑龙江。1、2、3、4，我爱辽蓝。神水之阳，我心向往。嚯，你们都是一套一套的啊！我小时候那豆腐脑是有一个人骑着车卖的，跟后边挂着那2个桶。我是怀念那种街道的安静。我姥家窗外那个街道，一到晚上8、9点，天一抹黑，没有车，没有人了，我就愿意站那个阳台去看外面那个街道，就只有路灯。三好街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地方。我去的第1年还热热闹闹的，然后随着电商的发展，他就没有人去那儿买东西了，但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还得在那儿坚持干。它其实很像东北的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在10年内的一快速缩影。我是鹅黄色。老小区改造之后，会把每个那个小区加一层保温层，保温层外边之后再刷上的颜色就都是那种鹅蛋黄色。我应该是黑色和灰色。我从小在工厂待的时间长了，工厂就是黑灰，烟囱冒烟呐，还有炼钢什么的，对，包括那个鞍钢的劳动服就灰色的。雪半化不化的时候，像那种黑色的那种沫嘛。我们回去之后都是冬天，就出去到哪儿都是强风冷气的，好多年没在东北过过夏天。哎呦，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，对吧？其实东北的夏天很舒服，我觉得是挺好的。也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，文学气息浓重，物美价廉的。东北是一个我暂时回不去的地方。爱情。